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第49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在当代社会，我们往往被一种道德判断的惯性所牵引，人们急于辨别善与恶，迅速划分彼此的立场与身份。而在这样的语境中，《道德经》第49章以极其柔软却深刻的方式，提出了全然不同的生命态度。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这种说法似乎有些模糊，甚至显得难以操作。但正是这无常心的哲学，隐藏着老子深邃的治世智慧与为人之道，也为当代人提供了穿越功利判断与角色对抗的内在指南。无常心并不等于没有立场，它不是主观意识的飘移不定，而是一种主动放下自我中心的意志实践。圣人之所以以百姓心为心，不是去模仿百姓的情绪与欲望，而是能将自己的心置入群体之中，从而洞察人性的普遍律动，回应众生的真实需求。这种心智状态不是情绪投射，也不是情感共鸣，而是一种深度的精神空明，是为而不有的具体体现。接下来的段落，老子进一步提出善者无善之，不善者无亦善之，得善信者无信之，不信者无亦信之。德信这种超越对象道德水平的德行态度，彻底打破了我们常规理解中的应然实然逻辑。在现代社会，人们往往将行为建立在交换与预设上，即对我好，我便回报；对我坏，则设防或反击。但老子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德不是回应对方，而是成就自身，是德性的主动流出，而非他人行为的被动刺激。从家庭关系的角度来看，这种德善与德信提供了一种更具建设性的亲密关系模式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家庭成员之间最容易陷入情绪互染的循环，一个人的烦躁会迅速传染给另一个人，一句批评可能导致整日的冷战与防备。这正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互动仍然建立在条件式回应之上。然而，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人能够坚持无善之与无信之的原则，不以对方情绪好坏而调整自身情绪，不以对方的信任与否来决定自己的态度，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成为整个家庭的情绪支点，稳定他人，疗愈冲突，真正成为那种德者本也的存在。无善之无信之的基础，不是道德理想主义，而是一种高度整合的内在稳定。这种稳定不是硬撑出来的自律，而是来自于浑其心的心性锻造。老子所说圣人在天下熙熙焉，为天下浑其心，这并不是一种自我消解，而是一种彻底放下执念的状态。他没有把自己设定为评判世界的尺度，也不急于分辨他人的对错，而是以一种极高的心性透明度融入世界，服务大众。熙熙焉形容的是一种收敛、安静、含蓄的态度。这种态度与当下流行的自我表达、自我实现形成了鲜明对照。现代人被鼓励展示自己，捍卫界限，争取权利，而老子却提醒我们，真正的自由并不是能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能不被非说不可、非争不可所奴役。在家庭关系中，这种息息态度尤其珍贵。它不是逃避沟通，而是节制表达，不因情绪剧烈而失言，不因立场对抗而伤人。为天下浑其心的关键在于浑字，它既指模糊、混合，也意味着去除棱角后的圆融无碍。圣人的心不是棱角分明、非黑即白的判断机器，而是能承载矛盾、调和冲突的柔性场域。
他不是试图统一所有人意见，也不是刻意追求多元，而是在深刻体察后，主动放弃立场，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理解与容纳。现代人在工作场合中常常感受到角色的割裂与价值的分裂，在强调专业与理性的组织文化中，人的柔软性、包容性往往被视为效率的敌人。然而，这种强势为上的制度逻辑，反而造成了大量的消耗与内耗。当我们重新审视老子提出的无常心与德善、德信原则，我们会发现，那些真正有凝聚力的领导者，并不是通过权威与高标准施压，而是以稳定而包容的心性，将每一位成员都纳入到信任与理解的光谱中。在工作中实行无善之，并不等于姑息懒惰，而是意味着在制度明确的前提下，依旧保留对人的信任与善意空间。信任并非弱点，而是一种更高阶的管理艺术。善意也不是对低效的放任，而是为员工留出成长与修正的可能性。管理的最高境界不是制定最完美的规章制度，而是在规章之下仍能运行一种非制度化的信任与德性文化。我们或许可以从心理学角度看待德信之道。人类本性中都有一种对回应的期望，即我的善良应当被看见，我的信任应当被珍惜。但现实往往不是这样，我们投以善意却遭遇误解，我们给予信任却换来背叛。在这种挫折中，很多人便开始设防，开始怀疑善的价值、信任的意义。老子在此提出一个根本性反问：你行善是因为他人配得上善？你守信是因为他人从不食言？如果答案是的，那你的德行就不是自由的，而是被他人牵引的。而真正的德是独立于他人行为存在的，是无论遭遇何种反馈，依旧保持恒定发光的，回到个体自我修养的层面。这一章也提出了一个修行者必须面对的问题：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不设前提、不设防线的存在？你能否做到在面对恶意时不回击，在遭遇质疑时不焦躁，在别人表现出不配时仍然以完整德行对待？这并不是让人变得软弱或无能，而是在考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拥有内在的力量去承载混乱。真正的修养不是靠设定目标、计划学习、积累知识所达成的，而是在不断面对不确定、不稳定、不友善之际，依然选择不为所动的内在秩序。在这个层面上，老子的德善德信不是理想，而是现实中最难践行但最有力量的修行路径。当他最后说圣人皆孩之，我们应理解为圣人面对世界的态度如同面对孩童。他没有设定过多期待，也不要求对方必须成熟有度，而是以无条件接纳的方式等待与引导对方自我成长。这种态度在亲密关系中尤其重要。一个人若始终拿成熟者的眼光看待伴侣、孩子、朋友，就会频繁落入失望；而若能以孩子的姿态看待他人，那么你会看到人的成长与变化，而不是一时的缺陷。圣人并非没有原则，而是用原则来温柔的包容，而非固执的评判。他之所以为圣，是因为他把自己练成了一个能容纳整个世界的空间，而不是一个急于改造世界的角色。从第49章中，我们读到的是一种在现实中极为罕见但至关重要的德行方向：持守内在德性，不随外在变动，给予稳定信任，不论反馈如何。这种姿态将带我们穿越道德相对主义的混乱，进入德之恒定的境界。而正是因为圣人可以如此温柔、如此稳定地面对人心的多变与社会的纷杂，他才能在生死议题面前也保持那种从容不迫的定力。第50章中，
老子将转向生死之道的深入探讨，人如何面对死亡，何为生而不殆，什么样的人能在千军万马中安然如常。下一章我们将一起走进出生入死之间的道法世界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，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